阿曼苏丹国的资源简直是太牛了，这里的沙滩边就能看到成群的海豚，这里的岸边就能捉到很多的大龙虾。好了，不能再剧透了，2天1夜的海岛探索模式，走起！朋友们，今天要去的这个海域啊，是当地房东给我的。他上个月去那边捉了好多这个大螃蟹，看这笼子他也借我了。现在我们出发吧。OK。今天要去的海域位于萨拉拉，开车去就要2个多小时，但在途中却被我发现一群海豚。重点是这群海豚就在沙滩边，这么近的距离我也是头一回见。今天真是运气爆棚啊！沙滩边就看到这么多海豚，现在我带上脚蹼啊，看一下在海里能不能再拍到它们。OK。希望我下去的时候海豚不用跑啊！哦，浪来喽！哇，太大的浪了，我天！当我往外游了1小会后，这海水立马变得很清澈。没看到哎，跑哪去了？这里我又找了一会儿，发现这些海豚都在很浅的位置，而我却傻傻的在深的地方寻找。好大！看到了，这边的海豚好大哦！继续，我们再看一会儿。哇，真的好！在逗我玩啊！我天！哇，这个海豚太配合我了，再给我转圈圈！我天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估计看了20分钟，海豚是一直还在，但我得先上岸，因为我要去的地方开车还要1个小时。刚刚看了一下手机，今天还是退大潮的日子，所以我想去那个海边赶一下海。况且这个蟹笼里面啊也没有诱饵，去抓点螺来当诱饵。OK。现在我先飞一下无人机，也让大家看一下今天要探索的海域是怎么样的。这边的陆地赶海还真不如这个马西拉岛，没看到什么大螺，这种的小中螺是最多的。朋友们，这个好像是鲍鱼，我拿起来看一下。哎呦，我的天，太多海胆！这海胆都很大的，但没漏好，我上次试过了。哇，还有点吸力。我的天，果然是一个鲍鱼啊！收了收了。哇，这里又是一只小海鳗，我想弄它，但是我那小刀弄不了，算了算了。难得碰到一个这么大的螺，收了。这边赶海是真没看到什么东西，都是那个小螺小虾。既然岸边赶海没看到什么，那我就来这小蟹湖看看。房东的大螃蟹就是在这里抓的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这么深，哇，这里是没法走。这蟹湖的水好清啊，美是很美，但是感觉下面好恐怖。随后我在这蟹湖又找了一会儿，但还是没发现什么，所以我只能提早收工。今天我们到的时候已经4点多了，随便赶一下，天黑了。这就是我1个小时的收获啊！太小的我就没要了。本来的计划晚上是不下海的，但是这收获，哎呦，太少了，所以晚上必须下海。车停那里，然后我帐篷准备搭这里，这里最平了。天已经黑了，
又到我出动的时候，然后把这个网兜打满，就是我的目标。这个点的海草是无敌多，海面呢也到处都是。我一下来处理身上的海草都去了几分钟。网上的海龟也看到好几只，估计是海草多的原因，完全不缺吃的，敲它几下也不肯走。海龟看完后没多久就被我发现一只龙虾，但这只龙虾太大了，而且又躲在礁石底下，所以只能使用鱼枪。哇，好大的龙虾，这只真大真大！哇，这个点的资源啊不算太好，找了好几分钟才发现一只臭肚鱼，先收了吧。又收获一只。现在打的这条鱼啊，应该是叫做乌尾东，我也是第一次见，不知道好不好吃哈。又收获一只，进去。眼前的这条鱼应该是叫做牙鲷，这鱼的品种确实多，我也是经常搞乱。这个什么鲷收一条，啊，收了。啊，进去。牙鲷打完后，立马被我发现今晚最靓的仔。这条鱼全名叫做白条胡椒鲷，但我喜欢叫它厚唇鲷。哇，这条大家伙，绝对大家伙，哇，好大！最后看到的这条鱼叫做棘烟管鱼。因为它的嘴巴真像一根烟管。这么大的烟管鱼，哇，第一次见。哎呀，就是会露出一段。啊，算了，回去。去的灯在那里，所以我们往这个方向游。拉回来的时候，那个烟管鱼掉了，我天，应该是掉那边。啊。上岸了才发现我的刀掉了，在脚上绑着的这把，估计是刀插下去的时候啊没插住。哎呦，怎么会掉了呢？哇，朋友们，今天晚上这只龙虾是真大，估计3斤左右，好大这只。我们先吃龙虾，哇，终于烤熟了。臭肚应该比较好烤，2下半就熟了。龙虾太大了，烤这么久，中间的肉还没熟，太饿了，我得先吃了。反正龙虾都可以吃生吃的。还没有熟透的这种龙虾吃呢，就感觉缺少了芥末，芥末酱油再配一下就很好了。有蚊子，我的妈，好几只蚊子。这臭肚鱼烤的好香啊！油脂都是油脂，这里。吃完龙虾以后，我都感觉这鱼不好吃了，下次得顺序调一下。今天潜水也潜了快2个多小时，所以呢，现在还是蛮饿的。还有几条鱼啊，我已经放到那个保温箱了，因为明天早上还要当早餐，还要当诱饵，不够用。现在都11点多了，我要睡觉了。朋友们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昨晚睡到估计3点左右，然后帐篷外很多动静，我爬起来看一下，赶是2只狐狸。我想拍的时候已经跑了。现在我们早餐吃一下，继续下海。今天是风平浪静啊，太好了。小鱼啊，就是嫩，特别好。吃饱喝足了，现在我们开始下海吧。我的小刀都掉了。等一下还得先去找刀。下。朋友们，你们看这水面的海草多吧？
白天我还能应付，昨晚我是真快被弄崩溃的那种。游出海草堆后，发现一只鲍鱼，但这鲍鱼边上都是海胆，主要我的小刀还掉了，所以想收这鲍鱼啊还是很困难。啊，是有鲍鱼，没刀不行，找要刀。随后我在昨晚潜水的地方找了很久，但就是没有看到小刀的踪迹，看来这鲍鱼是吃不成了。这小刀肯定是找不到了，啊，先打2条鱼去吧。OK。这里我又找了好几分钟，但真没看到我想打的鱼。目前只看到这些小乌贼，想想还是打一只，这个拿去白灼嘞，还是很好吃的。没看到什么大鱼啊，这个好吃的收了。这种大旋螺的肉是红色的，我都是拿去切成片，然后爆炒，味道是相当美味。这么大一个旋螺，收了，进去。大货是没看到，倒是看到2只龙虾。我个人感觉徒手能搞定，但是失算了。随后我在礁石的另一侧发现一只更大的龙虾，这下我还是好好的拿鱼枪打吧。大龙虾一只，哇，这只龙虾也好大啊，收了。估计又找了20分钟，终于发现一只大货。这大货我就不介绍了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叫什么吧？哎，没穿透，鱼太大导致枪尖没有穿透啊！现在我又把鱼枪上到最大档，这下收它应该不是太大问题。哇，好大！这条好大。哇，好大的这个桶鱼，好大！哇，最少10多斤。鱼我们就不打了，我还是想弄鲍鱼，看下怎么把鲍鱼拿下。OK， 今天想吃鲍鱼。在找鲍鱼的过程中，又发现一只纳什咬粪，我喜欢叫它鹰嘴鳐。这鱼我到哪都是不打的，因为它已经列入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单里了。啊，好几十斤的鹰嘴鳐啊，太大了。现在我想的是用鱼枪的枪尖来撬鲍鱼，但撬了几下后，居然还真的被我撬下来了。看来办法还是比困难多啊！哇，一次撬3个，那个大的那壳都撬破了。OK， 接着我像开了挂似的，
就在短短的几分钟，便收获了好多鲍鱼。又捉了好几个，够吃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还有鲍鱼，开心。已经换好衣服了，现在来看一下我今天的收获。OK， 哎呦我天哪，你看，这个估计可以吃2天了。龙虾也用我的脚比一下，可以吧？这尺寸真的大，这条鱼塞得进去吗？龙虾进去，这个留着晚餐吃啊。早上潜水的时候还说风平浪静的，这下就起风了，估计等一下下午啊更大。这火着的也快得很。这鲍鱼还是蛮多的，鲍鱼我还改了花刀，这样子更容易熟。刚刚在车上啊找到了一瓶酱油，等一下加到这鲍鱼上提鲜。这鲍鱼好了，好香啊！我先吃这个最大的鲍鱼，太棒了！现在我来吃第2个，这野生的鲍鱼口感特别好。朋友们，这是最后一个，太好吃了，又香。朋友们，这个螃蟹笼怎么带来，等一下就怎么带回去。OK，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，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给个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，拜拜。